到底还要不要挑战我？若是不敢，我可就带着于婷走了。李牧之有些不耐烦地对楚风说道：“当然要挑战，就按先前说好的条件来。我若输了，我的命归你；若是我胜了，你们要替于婷说好话。”楚风说道：“好，你想怎么比拼？”李牧之问道：“同样的时间限制内，你我布置阵法，一攻一防。若是……”停，太老套了。楚风话还没有说完，便被李牧之打断：“那你可有好的意见？若是你觉得这种方式无趣，你我直接用结界之力交战，我也不介意。”楚风说道：“没意思，你说的方法都太老套了，非常无趣。这规则还是我来定吧。”李牧之说道：“可以，那你说要怎么比？”楚风爽快应下，他也想看看李牧之会提出怎样的比拼方式。你可掌握攻杀阵法，是那种威力很强，但你自己能欧在半炷香内布置完成的攻杀阵法？李牧之对楚风问道。有，楚风回道。你将你那可以在半炷香内布置而成的攻杀阵法中最强的一座布置图纸亮出来，然后当着我的面亲自将你的攻杀阵法布置出来。假如你真的能在半炷香内布置完成，那我就必须按照你提供的布阵图纸布置出与你一模一样的攻杀阵法。当然，因为是你提供的布阵图纸，我是陌生的，不出意外也是第一次布置，所以我布置的时间限制要比你久一些，是一炷香。若是我能在一炷香的时间内将你提供的阵法布置成功，那么这第一回合就是我胜；若是我做不到，那么第一回合便是你胜。至于第二回合，与第一回合规则一样，只不过提供阵法的人换成我，布置阵法的换成你。李牧之说道。那若是你我都成功的布置出了对方提供的阵法呢？楚风问道。那很简单，就用我们彼此布置的阵法来进行对决，看谁的攻杀阵法更强。当然是要用从对方那里学来的攻杀阵法对决，而不是运用自己的攻杀阵法。简单的说，就是用对方擅长的阵法打对方。李牧之说道。倒是有点意思。好，就按你说的做。楚风也不废话，立刻勾勒出了一座攻杀阵法的布置图纸。而楚风所亮出的这座攻杀阵法也是非同小可，可以说是相当复杂，复杂到就连那李牧之也是眉头微皱，随后对楚风问道：“你确定这样的阵法你能够在半炷香内布置成功？”看着便是。楚风说完此话，便释放出自己的结界之力，开始当着众人面布置这座阵法。这座攻杀阵法很不简单，布置完成的话，它的威力乃是极强，甚至超越一般的尊境武技。而楚风却在半炷香的时间内就布置完成，不错，有点东西。那么接下来轮到我了，算好时间，一炷香。若是一炷香之内我布置不出来，那就是我说。李牧之此话说完，便将他的结界之力释放而出，开始布置阵法。楚风所提供的阵法，他对结界之力的掌控已是登峰造极。虽然是第一次布置这座攻杀阵法，的确略显生疏，可是凭借对结界之力的掌控以及对结界阵法的理解，布阵速度仍是很快，甚至并不比楚风慢上多少。他竟只在2/3炷香的时间，便将这座楚风所提供的攻杀阵法布置完成。好强！见到这一幕，龙小小父母皆是忍不住感叹起来，而龙小小更是满眼担心地看向楚风。虽然对楚风充满信心，可是看到李牧之的表现后，他却也意识到楚风这次遇到对手了。甚至就连牛鼻子老道看着李牧之所布置的阵法，也是微微点头，露出了赞叹的目光。楚风提供的阵法可不简单，甚至可以说，哪怕同级别的界灵师也需要一番钻研和大量时间苦练之后才能彻底掌握。而这李牧之明明第一次布置，但所用时间却比楚风多了一点，并且可以布置的阵法也是较为完整，他的结界天赋已是完美的表现了出来。他的确是一位修炼结界之术的天才，看来楚风这小鬼今日还真是遇到劲敌了。牛鼻子老道看着楚风，内心不由感叹起来。第一回合你赢了，现在该轮到你了，将你擅长的阵法展现出来吧。我楚风倒也想看一看卧龙武宗弟子所擅长的攻杀阵法是何模样的。楚风说道。李牧之忽然大笑起来。我的阵法自然在你的阵法之上，你今日若能胜我，就白白学会了我的阵法，自然是赚大了，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实力。李牧之的言外之意就是楚风今日若是败了，可就要丢掉性命的。就算楚风学走了他的这座阵法，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突然，耀眼的结界之力如画卷一般在半空之上逐渐展开。看着那逐渐展开的画卷，不只是楚风、龙小小以及龙小小的父母，甚至包括于婷在内，都在仔细观看。那便是李牧之所提供的攻杀阵法。虽然他们是旁观者，可他们却也能够看到李牧之所提供的阵法布置图。若是这阵法当真利要得，而他们也偷偷记下，那对他们而言自然是白捡的便宜。而事实上，这座阵法也的确没有让他们失望。李牧之所提供的阵法布置图，比楚风的那座攻杀阵法还要精妙一些，乃是少见的攻杀大阵。而将阵法布置图勾勒而出后，李牧之便立刻开始布置阵法。他布置阵法的手法极为娴熟，比之先前学习楚风的阵法之时要更加灵活，更加掌控自如。他在结界之术方面的才能再一次展现得淋漓尽致。还不到半炷香的时间，一座高达100米的金色大阵已是落在了李牧之的身前。这是一座完整的大阵，正是李牧之所提供的阵法。只是阵法刚刚布置而出，李牧之便大袖一挥，将这座阵法驱散开来，只留下了那座先前从楚风那里学来的攻杀大阵。之所以留着那座从楚风那里学来的攻杀大阵，乃是因为假如楚风也能顺利将他提供的阵法布置而出的话，那么他们二人便需要用从对方那里学来的阵法而向对方发动攻势。只要谁能凭借对方的阵法而击败对方，那么便是这场对决真正的胜者。怎么样，我这阵法不错吧？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命享用。此时李牧之看着楚风，
他的脸上尽是得意。虽然他保留了从楚风那里学来的阵法，也就代表着他做好了与楚风进行最终对决的打算，但实际上他并不觉得楚风可以在一炷香内将他这座阵法布置而成，因为这座阵法的难度他是非常清楚的，哪怕是天赋异禀，可是当初第一次布置之时，却也未能在一炷香的时间内布置完成，他都做不到，又何况是楚风。此时龙小小以及龙小小父母以及于婷在内，皆是眉头紧皱，那种担忧写在了他们凝重的脸上，尤其是龙小小和于婷更是紧张的冷汗连连，甚至脸色都变得惨白起来。他们很担心，也很害怕，之所以害怕，乃是因为李牧之提供的阵法的确太过精妙，而且他们也都是第一次看见，因此他们觉得楚风在此之前绝对也没有见过这座阵法。只是这样精妙的阵法，楚风真的能够在一炷香的时间内布置而出吗？若是做不到，那就说明楚风的结界天赋弱于这李牧之。但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楚风若是做不到，那么就要败了。楚风只要败给李牧之，他的性命也将不保。于是这片天地一片宁静，宁静可以听到风声的同时，还能听到人们的心跳声。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视着楚风，哪怕是隐于虚空之上的那位李牧之的爷爷也是如此。而最后打破这种宁静的人却是楚风。算好时间，若是超过一炷香，我的命就归你。楚风这一开口，倒是让人那悬着的心落下了些许。楚风他没有一丝担忧，相反他的脸上还挂着自信。且楚风话音落下之后，自体内便再度释放出结界之力，那耀眼的结界神圣而绚丽，且在楚风的手中变幻莫测。但楚风这一出手，却让龙小小父母的脸色再度变得不安。楚风公子莫非是看错了哪个环节？他们一边凝视着楚风，一边暗叹不好。而那立于楚风对面的李牧之更是笑着摇了摇头，那抹笑容不仅有对楚风的嘲讽，更是宛如胜负已定。其实眼下楚风布阵手法极为流畅，甚至比李牧之的速度还要快。行云流水4个字放在楚风的身上再合适不过，那种样子根本不像是第一次布置这阵法。倘若说先前李牧之布置阵法将其结界之术的天赋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么此时楚风布阵的手段比之李牧之还要略胜一筹。可是偏偏楚风布置阵法的方式不对劲，不对劲到连龙小小的母亲以及龙氏族长都看得出来，布置阵法顺序极为重要，就像选择道路一样，若是连路都走错了，又怎能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呢？果然随着时间流逝，半炷香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并且没过多久，一炷香的时间也快要到了。眼见着时间就快要到了，可是楚风的阵法却依旧没有布置成功。尽管楚风的双手依旧快到只能看到残影，那结界之力依旧井然有序地为他所用，可那阵法却并没有展现出快要完成的模样。父亲怎么办？时间快要到了。龙小小看向自己的父亲，他必然是不希望楚风就这样死的，他是希望楚风如果真的败了，他的父亲能够救楚风。毕竟在场之中，倘若有人能救楚风，也唯有他的父亲了。可是对于龙小小这种话，他的父亲根本不敢接。龙氏族长可不愿意为了楚风而得罪那隐于虚空之内的人物。前辈眼见着他父亲不回话，龙小小便看向了牛鼻子老道。毕竟除了他父亲能够依仗的，唯有楚风的这位师尊了。小小殿下安心便是。可是相比于旁人，牛鼻子老道的脸上却是一点紧张都没有，那个样子他好像丝毫不担心楚风的安危，这让龙小小十分不解。明明一炷香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楚风布置的阵法却连个雏形都没有。很显然楚风无法在一炷香的时间内将这座阵法布置成功啊！可就在这时，忽然光芒涌现，紧接着诡异的声响更是在楚风布置的阵法之中涌现。阵合，楚风双手合一，轻喝一声，那阵法之中更是传来刺耳的轰鸣。紧接着，那原本杂乱无章的阵法就如同拼图一般开始拼凑起来。眨眼之间，一座完整的攻杀大阵便坐落于楚风身前，那正是李牧之所提供的阵法，居然布置成了。见此一幕，龙小小、于婷以及龙氏族长等人皆是目光大变，皆是大吃一惊。楚风居然做到了，尽管只差一点点就超过了一炷香的时间，可他还是在一炷香之内将李牧之所提供的阵法布置完成，并且楚风所用的布阵方式与李牧之还有些不同，若非亲眼所见，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楚风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将这阵法布置而出。看到楚风将阵法布置而成后，李牧之的表情也是变得一言难尽。他显然没有想到楚风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将这座阵法布置而成，他有些不太相信楚风，于是目光变化，反复打量这楚风的阵法，是想看看是否有哪里不对劲。可是偏偏他看不出问题所在。楚风当真用另外一种方式将他的阵法成功检查好了吗？我这阵法可算合格？楚风问道。李牧之先是轻笑一声，这才对楚风说道：有点意思，看来你是学过一些旁门左道。旁门左道？听闻此话，楚风笑着摇了摇头，却并未反驳。正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楚风不怕这李牧之，可却不得不顾忌你隐于虚空之内的那位可是决定着于婷回到卧龙武宗内将遭受怎样责罚的存在。所以楚风也是不敢说难听的话，哪怕自己很不想忍，可是为了于婷，他也是忍了。既然第2回合你过了，那就开始这最后的对决吧。虽然阵法布置的有模有样，可还是要验证一下阵法的威力。李牧之对楚风说道：我也很想看看你将我的阵法布置到了何种程度。楚风说道：虽然你阵法拙劣，但在我的手中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效果。今日我就表演一下如何用原本拙劣的阵法击败原本强横的阵法。我要让你知道，阵法只是一方面，界灵师的强弱才是阵法的关键。李牧之一脸的自信。不仅如此，
言语之中更是侮辱楚风的阵法，抬高自己的阵法。当然，他其实也是在羞辱楚风，明摆着是在说楚风不如他。楚风没有多言，而是做好了催动阵法，与其交战的准备。可就在此时，牛鼻子老道却是忽然开口：“小友，老夫多一句嘴，现在若是你们二人对决，似乎不太公平。”他的这句话自然是对李牧之说的。牛鼻子老道忽然开口，让所有人都意识到应该是有事发生，只是人们却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何事，于是只能继续观望，有何不公平？李牧之对牛鼻子老道问道：“先前在我弟子楚风布置阵法的时候，你一直在暗中加强你已经成型的阵法，如今你这座阵法的威力比之一炷香之前已经加强了不少，可我弟子楚风的阵法却刚刚布阵完毕，你比他可是多用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自然不公平。”牛鼻子老道说道：“竟然有这种事！”听到牛鼻子老道的话后，龙小小等人也很意外，就连龙氏族长也同样感到意外。他们之前只顾着观察楚风布置阵法，还真没注意到李牧之的举动，所以他们也不确定究竟是牛鼻子老道在冤枉李牧之，还是李牧之真的做了这种事。我的确加强了这座阵法的力量，可有何不公平可言？从一开始我就没有说过不可以加强阵法力量，别忘了这规矩可是我定的，这个规则我可比你们清楚。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李牧之不仅没有否认，反而非常坦然，只是他的态度丝毫不以此为耻，反而觉得理所当然。这种态度让人不爽，可偏偏没有人敢说他什么。若是你们觉得不公平，比试可以到此结束，这场对决可不是我要求的，我可是非常的无所谓。李牧之此话说完，便看向楚风：“怎么样，还要继续吗？若要继续，我可就不客气了。”继续，楚风说道。楚风此话刚落，无数道散发着银色光芒长剑便如暴雨一般向楚风飞掠而来。那银色长剑个个威力不凡，眼下数量更是不计其数，威力说是毁天灭地也不为过。那是李牧之所布置的阵法，虽然这阵法他是从楚风那里学来的，今日是他第一次布置，可是这阵法的威力却已经近乎达到了极致。阵起，突然一声轻喝响起，乃是楚风。楚风单手向前一指，在楚风的阵法之中，竟也有无数道金色的长剑飞掠而出。那阵势竟然比李牧之所催动的阵法还要强横不少。这阵法乃是楚风从李牧之那里所学，虽然两个阵法有些不同，但实际上攻击方式却非常相像。李牧之是故意的，他是先学的楚风的阵法，已经知道楚风阵法的攻击方式，而后他便拿出了他的阵法。他是故意拿出了一个与楚风相像的攻杀阵法，让楚风布置，目的就是想要证明同样的阵法，他李牧之所掌握的要在楚风之上，虚空之上。金色与银色两道光芒交织在了一处，顿时涟漪荡漾，轰鸣四起，一时之间无数道光芒长剑相互碰撞。可是很快，楚风的阵法便遭到了打压，李牧之的阵法竟然略胜一筹，不是威力略胜一筹，而是阵法所释放的剑雨数量略胜一筹。我说过，结界阵法虽然很重要，但界灵师的掌控力更重要，今日我就用你的阵法来将击败你。李牧之说话之间，那阵法的力量竟然变得更强，又有大量散发着银色光芒的长剑开始源源不断的自阵法之中飞掠而出，不断的向楚风飞掠而去。尽管楚风努力抵挡，可是那剑雨还是在不断向楚风压迫。眼看着银色剑雨距离楚风越来越近，而楚风的攻杀阵法内所释放的金色剑雨却始终数量有限。龙小小和于婷等人紧张的连身体都在颤抖，他们知道这攻杀阵法的力量可能不足以杀掉楚风，但只要楚风败了，那楚风的性命也是不保啊，就只是如此了吗？可突然之间，楚风却是开口了，他这句话乃是对李牧之所说的。这句话不仅没有丝毫惧怕之意，反而充满了挑衅。你在说什么？李牧之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没想到楚风在将败之际居然会说出这种话。我说你多用了一炷香的时间来加强阵法的威力，就只有这种程度吗？楚风问道。不知死活。听闻此话，李牧之目露寒芒，他被楚风激怒了。只见其大喝一声，那自攻杀阵法内所释放出的银色剑雨数量竟然变得更多了一些。然而见此情形，楚风不仅不慌，反而淡淡说道：“结束了。”楚风此话刚落，其身前的攻杀阵法便有了变化。阵法本就流转着耀眼的光芒，但此时那光芒比先前还要刺眼一倍。最重要的是，楚风那攻杀阵法内所释放的金色剑雨竟也比先前多了一倍金色剑雨，瞬间让局势发生了逆转。李牧之那攻杀阵法所释放的银色剑雨开始被接连击退，楚风的金色剑雨开始反压而去，转眼间就已经到了李牧之的近前，那是阵中阵。很快，众人恍然大悟，他们可以看到，在楚风的阵法之中又出现了一座阵法。楚风所布置的阵法根本就不是一座，而是两座，这就是为何楚风的攻杀阵法所释放的剑雨数量能够突然增加1倍的原因。楚风他居然布置了2座阵法，这是如何做到的？就在刚刚那一炷香的时间之内吗？这一幕让人感到震惊，莫说旁人，就连龙氏族长也很意外。而眼下，楚风的金色剑雨不仅将李牧之的银色剑雨彻底打压下去，更是成包围之势，将其团团包围。楚风没有真的对其发动进攻，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场对决乃是楚风胜了。旁门左道，你果然擅长旁门左道。突然，李牧之大袖一挥，便将其身前的攻杀阵法消散开来。他已经放弃了这场结界阵法的对决，但他看向楚风的眼中却充满怒容。显然，这场对决的失败让他极为愤怒。牧之，莫要输不起。可就在此时，却又一道声音从虚空之上传来，那乃是李牧之爷爷的声音。牧之，这位小友能在1炷香时间之内将你所提供的阵法布置出2座，
且将其中一座隐藏，在其展示之时，你都未曾发现。从这一点上来说，木之，你就已经败了。李牧之爷爷的声音再度响起，李牧之很是不服的冷哼一声，这才看向楚风。今日的确是我败了，但说实话，你的这点手段，若是与我卧龙武宗的真正界灵天才比，还是相差甚远。这就是你无法进入卧龙武宗的原因。李牧之的这番话，虽然也承认这场对决是他败了，可却仍然不承认楚风的实力。对于李牧之的挑衅，楚风并未生气，只是笑了笑，而后便对着虚空抱了抱拳，感谢前辈认可。只是前辈，既然这场对决是晚辈赢了，便要有劳前辈了。老夫既然答应了你，就会说到做到。我会替于庭说好话的，可刑罚堂究竟如何判决，还是要由他们决定。李牧之爷爷的声音再度响起，与此同时，一股吸力也是从天而降，不仅落在了于庭的身上，更是落在了李牧之的身上。二者的身躯都在不由自主地向虚空之上漂浮而去。身体漂浮而起的过程中，无论是于庭还是李牧之，都在注视着楚风。只是二人的目光却有着天壤之别。于庭的目光充斥着感激，除了感激之外，竟然还有着一丝不舍。至于那李牧之的目光，则是较为复杂。他很愤怒，毕竟今日答应与楚风对决，本是想表现一下他结界之术的天赋，不曾想却败给了楚风，这让很是自负并且性格张扬的他很是不爽。不过颇为有趣的是，他虽然愤怒，可看向楚风的目光更多的是不服，而没有太多的敌意。从这一点倒是可以看出，这李牧之虽然性格张扬，十分自负，可似乎并非大恶之人。有劳前辈了。楚风再度着虚空抱拳说道，他表现得很是客气，这也没有办法，毕竟有求于人，于庭能否安然，还要看这位大人物的脸色。不过令楚风欣慰的是，李牧之的爷爷似乎是一个较为明事理的人，也许他能够说到做到。只要他这种人物开口求情的话，于庭就算回到卧龙武宗后会遭遇责罚，但也必然不会特别严重，起码可以保住性命。虚空之上没有再度传来回应，反倒是遮蔽整个龙氏的耀眼光芒开始消散。当那光芒消散之后，龙氏族人的恐慌仍然未减，他们都不知道为何虚空之上会突然出现如此恐怖的力量。实际上，就连龙氏族长以及龙小小的母亲脸上也是涌现出了后怕之色，毕竟刚刚出现的人物，那可是能够将他们龙氏抹杀的存在。父亲，刚刚那位是卧龙武宗的宗主吗？龙小小问道。于庭并没有与他们讲述李牧之与其爷爷的事，所以龙小小根本不知道虚空之上的那位究竟是谁。我听闻卧龙武宗宗主乃是一位女子，至于副宗主则是更加神秘，不知是男是女，所以能够确定刚刚的那位必然不是宗主。至于是不是卧龙武宗的副宗主，那便不得而知了，不过可能性很大。龙氏族长说道。只是副宗主就有如此实力？龙小小很是惊讶，毕竟在他眼中，卧龙武宗与他龙氏乃是齐名，理所当然的，实力自然也是较为接近。可现在来看，这实力差距似乎很大啊！一个副宗主都有着压制他父亲的力量，那宗主还力傲的。刚刚那位并非卧龙武宗的副宗主，而是卧龙武宗的10位卧龙长老之一。楚风说道。卧龙长老？只是卧龙长老吗？龙小小母亲一脸震惊地看着楚风。娘亲，卧龙长老是什么意思？龙小小问道。卧龙长老乃是卧龙武宗内除了宗主和副宗主外最强的10位长老，当然这也只是听闻。卧龙武宗太神秘了，除了圣光一族外，几乎没有势力和人与卧龙武宗有过接触。龙小小母亲说道。那岂不是说只是一位长老的力量就已经？龙小小脸上的金色更浓，那是一种遭受了打击的模样。本来之前还以为卧龙武宗与龙氏平起平坐，可现在才知道这差距竟然大到了这种地步，只是一位长老就可以压制他整个龙氏。楚风，你是如何知道那位乃是卧龙武宗的卧龙长老的？龙氏族长问道。看来他也很好奇。于庭乃卧龙武宗弟子，是他告诉我的。楚风说道。既然是于姑娘说的，那便是千真万确了。早就听闻卧龙武宗内藏龙卧虎，但却想不到强大到了这种地步，这样的实力怕是圣光一族都难以制衡了吧。此时就连龙氏族长也是感慨万分，而龙小小母女俩脸上的震惊之色更是异常明显。此地便唯有牛鼻子老道一脸的淡然，毕竟他早就知晓卧龙武宗强大到了连圣光一族都不放在眼中。至于楚风，同样感慨，之前听闻也只是听闻，可今日亲眼所见，才真正的感受到了卧龙武宗的深不可测。如今外界都看不起圣光天河，因为圣光一族的实力的确弱于其他天河的霸主。楚风不知道这深不可测的卧龙武宗是否真的超越了圣光一族，倘若是真的，那说明圣光天河其实也没有外面所想象的那么不堪。这对于圣光天河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毕竟人都有荣辱感，身为圣光天河之人，楚风自然也希望圣光天河能是一道强大的天河，虽不必让人畏惧，但也不希望被人所鄙夷。族长大人！就在此时，有一道身影飞掠而来，直接来到了龙氏族长面前。这位来者乃是龙氏的一位太上长老，这位太上长老与龙氏族长关系密切。龙氏族长虽然是以隐藏姿态来到此处，可实际上来到此处之前，曾告知这位太上长老，告知他若是有重要的事发生，可以来此处寻他。而这位长老来此处寻他，自然也是因为虚空之上那恐怖的金芒已经引起了整个龙氏的骚乱。如此大事，必然要找族长大人商量一下。关于此事，龙氏族长倒是并未隐瞒，而是将那件事的缘由告知了这位太上长老，竟是卧龙武宗的卧龙长老所为。得知经过，这位太上长老也很是震惊。虽然早就听闻卧龙武宗内有10大卧龙长老，可在他眼中，卧龙长老的实力应该与他相差不多，甚至搞不好要在他之下。但现在来看，
他与卧龙武宗内卧龙长老的实力差距实在太大，毕竟连他们的族长大人都不如那位卧龙长老，何况是他。不过当得知对方已经离开后，他震惊的同时倒也是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如今的龙氏起码没有危险了。对了，族长大人，还有另外一件事，怨神珠有反应了。那位太上长老忽然说道。真的吗？太上长老大人，你说的是真的？听闻此话，龙小小变得异常兴奋，几个箭步就来到了那位太上长老面前，甚至抓住了对方的衣袖。那个架势，若是对方不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他就不会善罢甘休一般。是啊，小小殿下，怨神珠有了反应，你可以前往怨神宫接受试炼了。那位太上长老的脸上也挂着满满的喜悦。与此同时，龙氏族长以及龙小小的母亲也同样满脸笑容，看得出来，对于这所谓的怨神宫，他们都是非常期待的。父亲，我要与我小恩公一同去。忽然，龙小小转身看向龙氏族长，只是龙小小这一开口，却让龙氏族长的脸上露出了为难之色。小小，怨神宫的名额已经定好了，是你与你哥哥龙天也一同去。若是现在告诉你哥哥不让他去了，那魏父也是不好交代啊。龙氏族长很是为难地说道。父亲，您是族长，您想改谁敢不听？我不管，我一定要与小恩公去。我不想与龙天也去，我就是要与小恩公去。若是小恩公不去，那我也不去了，我就离开龙氏。小恩公去哪，我就去哪。龙小小小嘴一撅，很是不悦地说道。这个龙氏族长脸上的为难之色更浓，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龙小小离开龙氏，毕竟龙小小现在可是振兴他龙氏的希望啊。而龙小小也知道他父亲害怕这一点，所以才故意拿这件事来威胁他的父亲。事实上，他此话说出之后，龙氏族长的确犹豫了。小恩公，你先不要走，与我一同去怨神宫吧。见其父亲犹豫，龙小小则是趁热打铁，赶忙来到楚风面前，扬着小脸近距离地盯着楚风。此时他一双美眸闪烁着期待的光芒，他很希望楚风能够陪他一起去。这怨神宫是什么地方？楚风好奇地问道。随后龙小小便为楚风讲述起这所谓的怨神宫。怨神宫的主人是一位神功广大的隐士高手，人称他为怨神婆婆。怨神婆婆的实力强大到可以用深不可测来形容。当年圣光一族内有位太上长老级别的人物，这位太上长老乃是当今圣光一族族长的亲弟弟，圣光一族族长对他十分溺爱。有了圣光一族族长的溺爱，再加上自身实力强横，这位太上长老便天不怕地不怕。当时在整个圣光一族，他的凶名可以说是令人闻风丧胆，莫说是其他势力，就连在圣光一族之内也是人人惧怕的存在，没有人敢得罪他。正因如此，这位太上长老也是养成了舍我其谁唯我独尊的性格。明明是一位老人，可却没有一点成熟稳重，反而是恶事做尽，除了圣光一族族长外，谁都不放在眼里。当年他就曾亵渎怨神婆婆的怨神宫，因此得罪了怨神婆婆。怨神婆婆得知此事后，单枪匹马进入圣光一族，将圣光一族弄得鸡犬不宁。最后没有办法，圣光一族长只得亲自杀了那位太上长老，才将此事平息。那可是他的亲弟弟啊！虽然对于这件事，圣光一族从来没有承认过，也没有人敢过问，可自那日之后，却的确再也没有见过那位太上长老。虽说没有人敢去询问此事，但很多人都觉得此事乃是真的。而通过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怨神婆婆的恐怖。凭借一己之力，让整个圣光天族妥协，可以说她已经是一个宛如神一般的人物。而怨神婆婆的实力虽然强大异常，但她却并非圣光天河的人。实际上，她的来历非常神秘，她究竟来自哪里无人知晓。但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的怨神宫名气很大，每过10年，怨神婆婆会将8颗怨神珠散落在某个天河之中，只要能够集齐8颗怨神珠，就可以进入怨神宫接受历练。不过只限小辈，而进入怨神宫内历练也是好处多多。只要通过历练，要么可以获得武技，要么可以提升修为，甚至还有可能获得传说中的至宝。而8名接受历练的小辈将会有资格接受最终历练，只要能够通过最终历练，便可以向怨神婆婆提出一个愿望，只要这个愿望是合理的，怨神婆婆都会给予满足。这便是大名鼎鼎的怨神宫历练。刚好龙氏因缘际会下曾得到2颗怨神珠，如今怨神珠有了反应，怨神珠会提示怨神宫的位置，只要拿着怨神珠，就一定能够找到怨神宫。当然，若想接受历练，还必须另外6颗怨神珠的持有者一同到场才行。唯有将8颗怨神珠凑齐，才能开启怨神宫的大门。可据龙氏所知，另外6颗怨神珠分别被于是天族、群妖圣殿以及云空仙宗所得，而这3个势力是何存在，楚风也是知晓的。于是天族和群妖圣殿早就声名赫赫，与龙氏乃是齐名的庞然大物，是在整个圣光天河内仅弱于圣光一族的势力。至于云空仙宗，虽然刚刚崭露头角，可实际上实力雄厚，有可能并不弱于龙氏等势力。小恩公，你与我一起去吧，这乃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啊！龙小小讲述之后，再度对楚风劝道，他的小眼神满含期待，却也蕴藏不安。期待的自然是希望楚风答应他，而不安的乃是害怕楚风拒绝他。听闻龙小小的讲述后，楚风也是有些动心，但却也有些犹豫。而就在此时，又有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的耳帘，这声音乃是牛鼻子老道：“楚风啊，去吧，这怨神宫当真可遇不可求的好地方。据老夫所知，那怨神婆婆一般都会将怨神珠散落在9魂天河，供9魂天河的小辈使用，这还是第一次将怨神珠散在圣光天河之内。按理来说，只要圣光一族想出手，龙氏这些势力也不可能有机会拿到怨神珠。可正因为怨神婆婆与圣光一族的过节是真的，所以圣光一族才没有出手抢夺这怨神珠，龙氏等势力这才拿到了怨神珠。但这种机会可能仅此一次，除非这一次
圣光天河内的小辈在历练之时的表现，能让怨神婆婆刮目相看，否则以后可能就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况且你不是想进入卧龙武宗吗？可你先前也看到了，刚刚那位卧龙武宗的弟子的本事，虽说你的结界之术在他之上，可他的修为却是如今的你所无法比拟的。而他先前所说的话，也并非是吓唬你。据我所知，他的修为的确还谈不上是卧龙武宗内的最强弟子，在卧龙武宗内还有比他更强的弟子。以你现在的修为，莫说很难进入卧龙武宗，就算进去了，又能如何？与其以你现在的修为冒险挑战卧龙武宗，倒不如先去怨神宫接受历练。以你的天赋，只要能够成功接受历练，就算修为不会提升，也必然会有所机缘。就算机缘没有，但开开眼界也总是好的。牛鼻子老道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对楚风说道，他也非常希望楚风去接受这怨神宫的历练。对于牛鼻子老道的暗中传音，旁人并不知晓，他们只看到龙小小极力劝解楚风和他一起去怨神宫，而楚风则是面带犹豫。可是当初龙氏维利奥得到这2颗怨神珠，可是花费了极大的代价的。龙氏当然不愿意将其中1颗怨神珠交给楚风一个外人，而是希望能够给到龙氏的小辈。所以此时莫说龙氏族长那位太上长老的脸色也很不好看，他们都不希望楚风去。不过楚风的犹豫倒也让他们悬着的心落下了不少。楚风小友既然急着离开，就说明他有要紧事要去处理。既然他不愿意去怨神宫，你总不能强人所难吧？见楚风久久不应，龙氏族长便再度对龙小小劝说道。而听闻此话，原本很是兴奋的龙小小也是变得沉默起来。是啊，他虽然很希望楚风去，但若是楚风不愿意去，他又能如何呢？族长大人，我愿意去。可就在这时，楚风却是忽然应了。楚风小友，你……见楚风应下，龙氏族长和那位太上长老的脸色都绿了。他们没有想到楚风竟然会真的应下，如此好的机会乃是可遇不可求，承蒙族长大人厚爱，愿意将此机会交给楚风，楚风自然不会推脱。楚风笑嘻嘻地说道。听到这番话，龙氏族长差点气得吐血。谁愿意将这个机会交给你这个外人啊？明明只有龙小小愿意，而偏偏你这小子脸皮厚，居然应下了。不仅应下了，还偏偏死皮赖脸地说是龙氏族长将这个机会给他的。其实楚风之前的确有所犹豫，他很想尽快进入卧龙武宗，想尽快见到紫菱，但他觉得他师尊说的也很有道理。他现在的实力，莫说挑战那座进入卧龙武宗的阵法，难度极大，就算真的进去了，也没办法救出紫菱。这怨神宫的主人既然如此利奥的，那怨神宫就必然是名不虚传。进入怨神宫历练，的确是少见的机遇。所以思索之后，楚风决定先去怨神宫一试。太好了，可以和小恩公一起去怨神宫哥。当楚风应下之后，龙小小高兴的又蹦又跳。至于龙氏族长，纵然心中有着万般不情愿，可当楚风答应之后，他也不好说什么了，只能忍痛割爱，将这另外一个名额交给楚风了。毕竟现在龙小小可是龙氏的未来，他不敢不顺着他的这个女儿。随后龙氏族长去安抚龙氏族人，毕竟刚刚经历了那遮蔽虚空的恐怖威压，龙氏族人还以为大劫降临。如今整个龙氏都沉浸在恐慌的氛围之中，龙氏族长自然有责任消除族人心中的恐慌。不过他也不可能将实话告诉所有族人，毕竟若是实话实说，那龙氏颜面何存？若是龙氏族人知道只是卧龙武宗的一位长老就将他们的族长大人吓得不敢反抗，那龙氏族人的心中也必然会埋下自卑的种子。当然龙氏族长只要随便编造一个理由，便可以将此事解决，不因别的，只因龙氏族人对于这位族长大人深信不疑，他所说的话没有人会不信。师尊，你不与我同去吗？此时这片花园内只剩下了牛鼻子老道与楚风2人，可是楚风的脸上却有些意外。就在刚刚，他的师尊牛鼻子老道告诉楚风，他不与楚风同行。其实为师很想陪你同去，只是为师还有更重要的事。牛鼻子老道说道。是什么事？师尊能否告诉弟子？楚风好奇地问道。关于司马相图，牛鼻子老道说道。